说实话，我也欣赏他。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。他的能力和胆识，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。只可惜他站错了队。我告诉你，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，也可以跟你无关，因为我知道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。你可以选择离开，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。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说，我是爱新觉罗运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7个女儿。是我下令让人告诉你的，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。你如何证明我是肃靖王的女儿？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，但不要再问了。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，留在我的身边，否则，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，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。到那时候，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你想好了吗？吴常。房间已经收拾好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稍作休息，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。这是惠子特意为你准备的。他说等你回来，他有好多话想要和你说。
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？我现在回来了，你能替她告诉我吗？哥哥，我求你了，告诉我。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要盯紧古正一界的一举一动，无论如何，都要保证华香玉的安全。为什么？他又不是日本人，他又不为我们日本人效力。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，你是中国人，我也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因为身不由己，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。不可能！我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。你听清楚了，我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的。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，是义父保护了我们，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，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。你是上官家族的后人，那我呢？我不是苏靖王的女儿，对吗？哥哥，我是谁？我是哪个家族的？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你的身份只能义父告诉我。我说的已经够多了。校长。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，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。重庆的安保，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。但美国人认为，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。日本人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，破坏这次中美会谈。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，应该已经行动了。你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。是。你听好。无论如何，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，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。是，请校长放心。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？明白。会谈地点改到昆明。1945年4月29日下午，苏联红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。下午3时30分，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。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历史无情地把希特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。看来上官已是弃子。每个棋子都有它的价值，该放弃的时候，不必有任何犹豫。
扬州机械股价4块2毛1，4531同福商贸股价2块2毛2，8723中华国贸股价6块8毛2。喂，沈处长，今天晚上喝一杯吧，有空吗？随时有空。去哪儿？去你家吧。好啊。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？不用不用，你先回家，我去买瓶好酒，随后就到。好。德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，我估计过不了多久，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。到时候，国共必有一战。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。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，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。只有让中国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，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，这次我们也借日本人的手刺杀美国会谈代表，破坏这次会谈。如果是你，你怎么选？选择亲情，华夏宇会站在你的对立面，他做不到。选择爱情，去割舍他一直在寻找而刚刚找到的父亲，他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。我认为他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。于私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，但还有信仰和正义，这是立场问题，不可能两者兼顾。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。
果是我也会这么做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？如果我知道，我都会告诉你。从我记事起，我的命运就是让别人主导，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特工，我也不想杀人。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。但是现在，却成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生活。我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，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？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？我为谁而战？我为谁而死？你是为家族使命而战。我没有什么家族，我从始至终就是个孤儿，没有人管的孤儿，我没有父母。你知道义父为什么被古正一切豢养吗？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，出去见了一个人，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？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是他的女儿。陆枫也知道了吗？我不确定，应该吧。他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，需要点时间。他的身份已经暴露，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。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，对吗？你已经尽力做到你能做的了。你感觉他会回来的。今天晚上，你们两个立刻动身，赶往昆明。
你们的任务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。您确定是保障，不是阻止？确定，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。为什么？我很难理解。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，具体的行动指挥就是上官。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，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。如果让他们得逞，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。可是，如果会谈成功，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。等日本人投降以后，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，到时候……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，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，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。可是不管怎么讲，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。我们不是帮某个人，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救我们的百姓，这是民族大义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。是。他会来吗？出远门啊？对。去哪儿？我若今天不来，下次见面就不知会是何时了吧？你知道我会等你的，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。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。因为我是长官的女儿。看来你已经知道了。我是刚刚才知道。我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会是开心、幸福的。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，这么残忍。在我眼里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宇，是我爱着的那个人。你是你，闪官是闪官。
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。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，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？是，跟你在一起过简单平凡的生活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。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，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，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方，都会背叛另一方。背叛与成全，只是角度问题。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，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。我还能抱抱你吗？上官要去昆明，你多保重。对不起。上次在审讯时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。后来被他逃走了。追到黑暗处，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。但是我怀疑一个人，
所以我快速地返回了楼里。紧接着，霍飞就带人进了你的休息室。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，向莫西河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。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，青衣。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。有些事儿，想请教一下沈处长。请说。从法币模板说起吧。当时你已经拿到2块模板，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？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，避免国统区的百姓遭殃，是我当时的任务。还有，当初清除幽灵行动失败，我要解散特密组，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？你的特密组解散了。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，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，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？没有特密组，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。因为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，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。不仅如此吧，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。我可以死，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们的无能。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，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。说，把我变成幽灵，真正的幽灵。所以，你就借我的手，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活，2败俱伤。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，这就是你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吧？上次审讯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供出我？刚刚，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希特勒自杀了，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。所以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。
回来的刚好，开始吧。如果贵党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我一定肝脑涂地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还请沈兄看在咱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，帮我一把，兄弟感激不尽。来世定涌泉相报。来世相报太遥远了。如果任主任能用今生感激，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诚意是否能够将功抵过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。上官被释放当天，你就见了谷正。什么都瞒不过沈处长。谷正要借闪官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。要是我死了，真的不会放过上官。放心，你死不了。我没跟任何人提过你的事。
你能回来，我很高兴。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，也很痛苦。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，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我没有这样的勇气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。你觉得亏欠我？不仅仅是亏欠你，也亏欠你的母亲。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，我真的是无能为力，我只能选择前者。我母亲在哪儿？